很多人以为 CP 感是靠剧本堆出来的，台词写得甜，运镜拍得好，观众自然就磕上了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与 quote 一鸣惊人 CP 与 quote 的故事恰恰相反，不是先有剧本才有默契，是先有了默契，剧组才敢把剧本写成现在这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咱们从头说起。时间往回倒，短剧市场当时正卡在一个很尴尬的空白期，观众一边腻味了老套的霸总甜宠，一边心里又实实在在地渴望那种不掺杂质的青春悸动。市场上类似的题材一抓一大把，可真正能让人心动的寥寥无几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朱砂吻举着与 quote 双向暗恋与 quote 和与 quote 校服到婚纱与 quote 这两面旗子出现了。时机踩得准，但光有时机还不够，人不对，一切白搭。选角才是真正的胜负手。女主翟依莹，观众认识她是从悬疑剧《太阳的背面》开始的。那部剧里，她演一个背负深仇、忍辱负重的女人，哭戏极具爆发力，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高达23亿，这个数字里有她一份大功劳。可以说，她是靠与 quote 苦大仇深与 quote 这4个自立住脚的演技派。而朱砂吻要她做的是脱下复仇的外衣，换上蓝白校服，扎起低马尾，变成内敛安静的尖子班与 quote 凤尾与 quote， 这个反差有多大？说真的，第一次看到开机路透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不信的。可他低头刷题，那个倔强的小眼神溢出来，好了，大家都信了。原来那个复仇女神也可以是高中前排闷声不吭、暗自用功的女同学。男主张宏明更是与 quote 暗恋专业户与 quote。前1年的黑马短剧《野草疯长》，他演一个爱而不得、深情隐忍的角色，那部剧收官热度超过6000万，分账3000万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这一次他要演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角色，冷拽混球学霸。开机视频里，他穿白衬衫往栏杆上一靠，嘴角似笑非笑，眼神却像钉子一样扎向不远处的翟依莹。就是这一眼，观众开始有了预感，这两个人不简单。而且你要知道，这两个人在这之前走的完全是2条不同的路。翟依莹深耕短剧领域，靠的是眼神戏和肢体动作，把角色的坚韧和脆弱感层层递进的演出来。张宏明是新生代男演员里可塑性极强的一个，同样一双眼睛，能演暗恋的克制，也能演反差的痞气。这种底子才是后面所有默契的前提，不是随便找2个长得好看的人凑一对，而是2个真正会演戏的人凑在了一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对 CP 到底赢在哪？是剧本写得好，还是演技撑得住，还是说根本就是别的东西？朱砂吻播出之后，答案慢慢浮出水面。片场互动自然到什么程度？2人被粉丝直接命名为与 quote 一鸣惊人 CP 与 quote， 这个名字不是营销号硬造的，是观众自己看出来叫出来的。张宏明身上那股清冽的与 quote 苏感与 quote 和翟依莹身上那份细腻搭在一起，居然出奇的贴合。而真正让人意外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。二搭消息公布，张宏明和翟依莹要合作第2部戏了，《烟火与月光》。但这一次题材完全变了，从校园纯爱直接跳到都市治愈。翟依莹演知性干练的女主播范宣美，原生家庭压力大，一度被误解为拜金女，实则用专业捍卫自己的尊严。张宏明演深情克制的豪门总裁魏彦辰，内心渴望摆脱家族的控制。2个人从与 quote 契约情侣与 quote 开始，一路走向与 quote 双向救赎与 quote， 这里就有意思了。换成任何一对普通的荧幕情侣，人设换得这么彻底，观众多半会犹豫，这还是我磕的那对 CP 吗？可这一次粉丝的反应恰恰相反，是与 quote CP 粉狂喜与 quote， 预约热度不降反升，一路攀到了95万。为什么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制作方敢让同一对演员挑战完全不同的人设，恰恰说明他们赌的从来不是与 quote 人设与 quote， 而是这2个人本身。幕后花絮里，2人双人舞片段的氛围感被反复提起，有观众形容他们与 quote 无需对视即知对方意图，与 quote 呼吸同频，眼神拉丝，
空气里全是糖和泪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这就是今天真正想聊的核心问题，这种默契到底是真的还是剧本设计出来的？咱们不妨拆开来看。如果是剧本设计出来的默契，通常靠的是台词的堆砌，一句一句甜言蜜语砸下去，观众自然被喂饱。可烟火与月光恰恰反过来，走的是与 quote 无狗血有安稳与 quote 的路子，台词并不多，反而更依赖两人本身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编剧团队敢这么写，是因为他们提前就知道，这两个演员往那一站，眼神一对上，观众就信了，根本不需要靠台词硬撑。这种自信不是随便哪个剧组都敢有的。说真的，短剧行业里与 quote 演对手戏演出感情与 quote 这种说法，观众听得太多了，多到已经免疫了。但张宏明和翟一莹这次不太一样，他们不是第一次搭戏就与 quote 演出火花与 quote， 而是隔了一部戏换了完全不同的人设，从青春校园到都市豪门，从暗恋暧昧到契约婚姻，那种默契依然在，甚至更浓了。这种延续性，剧本设计不出来，只能靠真实的合作基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，编剧团队被爆出曾经操刀过《有可能的夜晚》，主打的风格是与 quote 无狗血有安稳与 quote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烟火与月光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狗血冲突博眼球，而是想稳稳地把这份默契铺陈成一整部戏的情感底色。你甚至可以说，编剧团队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对 CP 的化学反应去设计整部戏的节奏的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默契不是单靠剧本就能演出来的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事情到这里还没完，朱砂吻奠定的是两人作为荧幕情侣的基础，而烟火与月光拓展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感题材空间，从青春疼痛到都市救赎。业内把这次合作视为短剧赛道与 quote 实力派演员加精准 CP 匹配与 quote 的成功样本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只是两个演员在拍第二部戏，这是整个短剧市场在验证一个逻辑：观众想看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固定人设，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让人信服的化学反应。而这种化学反应恰恰是最难复制也最难营销出来的东西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支持朱砂吻里那份纯爱，还是烟火与月光里这份救赎？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预约量突破95万，这个数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是营销砸出来的热度，也不是话题炒出来的流量，是观众就是想再看一次这两个人。从校服到总裁西装，变的是人物设定；从暗恋到契约婚姻，变的是故事线。可不变的是那种与 quote 呼吸同频与 quote 的信任感，是那种哪怕换了完全不同的剧本，观众依然愿意相信他们的默契是真的。这才是与 quote 一鸣惊人 CP 与 quote 真正让人上头的地方，也是这一次观众愿意一路追下去的原因。短剧市场从不缺甜宠人设，缺的是能让观众相信的那份真实感，而这恰恰是砸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所以下次再有人问你，短剧 CP 凭什么能红这么久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是运气好，也不是话题炒得凶，而是两个真正会演戏的人刚好遇上了一个愿意相信他们默契的剧组。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，而张宏明和翟一莹恰好三样都占齐了。我们下期见。